家米其林餐厅拥有无敌海景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像那个小美人鱼？什么都是贝壳啊、海鲜啊 ，under the sea。他用猪油来去把它烧焦，烟熏的淋在我的干贝上面。Cause it doesn't mean so much in the end.这一家米其林餐厅拥有无敌海景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到了这一区，是先吃我们的appetizer开胃菜，然后如果要吃主菜的话，会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场所用餐。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放松的气息，然后可以让你去觉得开始吃一些开胃菜有点开心的感觉。这边的造型就十分的浮夸以及第二道菜叫 shoe， 最后一道是 white truffle。这个是第一道的 appetizer，King crab， 然后它是里面是用螃蟹做的蟹肉做的，然后它外面做一个像贝壳的形状。然后里面有一些软的螃蟹，充满海鲜的风格。它就算是海鲜的披萨，然后它外面的皮有点像是炸春卷那种，可是没有春卷皮那么硬，然后里面是海鲜披萨的味道，然后有蟹肉味，然后鱼软味，整个结合在一起，咸咸的，然后配上它外面那个炸的酥香味，就很舒服。另外一个是它很贴心的地方，是因为我朋友没办法吃螃蟹，所以他用鲔鱼来替代那个appetizer，然后这边也可以配香槟来喝。味道如何？有点 fusion 的感觉，像那刚才吃意大利的某一道菜，就是有那种番茄跟花椒，其实有点像披萨的味道，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蔬果跟我吃不出来是什么，一些有蔬果，然后还有鱼的东西，然后综合出的味道。长得有点像泡芙，这叫shoes。它很像泡芙，咸的吗？里面是有一点微微的卤味跟偏浓厚的因为它 cream 再加草莓有肉的味道。他说是shoes 的品种。Cause it doesn't mean so much in the end. 这是最后一道菜，它是用什么做的 truffle 里面是 truffle， 外面也是 truffle。truffle 是有白的 truffle， 松露，是松露，白松露。哦，它后面的皮是干的，我以为它是湿的。它的外皮有点像马铃薯，然后马铃薯配松露真的是非常的绝搭，然后里面是充满酸奶油跟松露的结合。
哦，好香哦！增加那个，我已经闻到松露的味道。增加你整个食物，然后它整个松露的气味就是飘香四溢，然后外面就有一个松露的头顶罩，驯散的造型，所以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点像在吃那个奶油松露意大利面的味道，然后是冷缩版，是白松露。这边是用晚餐的地方，它的椅子非常的浮夸，有毛皮存在。这边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景，整个爱沙尼亚的海景都可以收敛在这边。这是它的餐前面包，是黑麦面包，爱沙尼亚的特色食物。接下来这个是它沾面包的奶油，它里面除了一般的奶油之外，还有加那个鱼在里面。这个绿色的是它的浓汤，然后还有鱼的基底在里面，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烟熏过后的油。有没有觉得另一家那个小美人鱼？什么都是贝壳啊，海鲜呢 ？Under the sea。好脆哦！它里面是湿润的，外面是脆的，然后跟其他 rye bread 像我们昨天吃的这个就很硬，但这个就比较软。有一个蛮明显的草味，然后还有。油花比较多，他刚刚说的那个 smoke oil 应该是这个，但是我其实没有喝出来它的烟香感，但是鱼的味道很重。OK。哦，他用猪油来去把它烧焦烟熏的淋在我的干贝上面。这个是甜菜根，然后旁边是萝卜，那下面是刚刚炙烧的大干贝。它的干贝刚刚有淋上猪油，应该会很香。来试试看。它这个干贝是半生熟，然后上面是炙烧已经变熟，下面是半生透明的样子。那我加柠檬在里面，这个柠檬酱有点缀了那个干贝的香，然后它是炙烧的干贝香，这样甜菜根中和掉它那个炙烧会腻的味道。好，上面铺满这红色的，有点像长得像葱的那个大蒜，然后把它用的烟熏，然后烧红这样子。那我就来吃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有点像明太子酱。它里面还是大葱。它的外层你忘记介绍，它是大葱，烤的大葱。吃起来像奶油焗白菜，可是里面的东西是大蒜吧？喜欢吗？它叠在一起蛮特别的，因为外面是干的脆的，然后配上奶油味道，吃起来不会腻，很好吃。接下来这道菜它是用鱼做的，然后上面有点像春天气息的花朵，然后上面点缀的是鱼子酱。然后接下来可以看到下面那个白色的酱，它是用鱼和那个蘑菇来磨成的一个酱，然后来点缀这整个海鲜的味道。鲜鱼加上那个 mussel 的酱，淡菜的酱，然后有加奶油跟柠檬，还有蘑菇。酱很特别，有一点酸酸的，但是它的那个蘑菇的味道还是菌菇的味道其实蛮浓的。然后鱼很嫩。This goes on top of the sorbet. Gives a nice Thank you.
柠檬，它是酸酸的，但是它来自澳洲，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粒一粒的，看起来很像卡比亚。我想怎么那么像？真的是卡比亚。结果它是来自澳洲的一种果实。对，然后挤出来就有一粒一粒的这种。Wine 卡比亚跟 Blackcurrant 黑朱莉，它其实蛮扎实的，我原本以为它是很软，但是它那一颗一颗其实是很扎实，然后咬破它其实是很酸，就跟柠檬的酸感是一样的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朱莉的味道，卡比亚 wine 很像那个柚子，它其实酸感很像柚子，蛮接近，然后但是它比柚子的那个扎实度又更扎实、更硬，然后再加上香槟味道其实很搭。没错。这个最后一道是主菜，然后它就是满满的白松露，是搭配那个鹌鹑，然后配上海鲜的酱汁。它这个绿色的酱是用鼠尾草做的酱，跟鼠尾草的鼠，可是本身草本味重一点。鹌鹑肉，因为在吃这整个鸡肉，它其实是满满的松露味蛮重的。鹌鹑其实蛮有嚼劲的，然后吃起来有那个像是在烤鸡的那种香味。来吃面包喽，好，对这个。truffle 再加鸡鹌鹑，面包好软，很嫩，满满的奶油味，对，松软。上面这个是羊奶片，然后下面是羊奶冰淇淋，然后在下面是蓝莓，然后它上面刚刚有用滴管加的那个是榛果油，那我就来试看看。厉害！它的蓝莓很香，然后很甜。很适合吃，果然是在那个比较偏高纬度的国家，它种的蓝莓就比较好吃。然后它的羊奶的味道很香，然后下面那个榛果味道吃不太出来，但它的羊奶味偏重。整体评价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但它的肉类比较少。我觉得它甜点很优秀，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鱼，什么鱼 ？White fish， 长得像鱼的蛋糕吗？对，就圆圆的那种。然后旁边有节瓜，对，然后还有鱼子酱的卡比亚，没错，那道我觉得很好吃。然后它的解腻的那一道那个香槟，那一杯香槟也蛮厉害的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卡比亚 wine。从来没有吃过那个，我觉得每间米其林餐厅都有它的主打，我觉得它的主打比较偏向，它比较偏海鲜这边，然后肉类就只有一个是鹌鹑。如果喜欢海鲜，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，这边卡比亚那么多。Passion fruit tart。那这边整体系列是4.6颗星，然后快2000个评价，蛮多的。你觉得值得吗？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体验吃海鲜的米其林餐厅的话，我觉得蛮值得体验的。 OK， 所以你要够爱海鲜，才会觉得这个餐对。然后它的价格会比较偏向台北吃米其林的价格，它大概会需要到4-5千块台币左右，5000多块台币左右。OK， 蛮有数的。有
树莓的可丽饼。还有那个焦糖粒，对，外面很酥，里面很软。它除了松软以外，它还有一点湿润感。它皮已经很脆了。